有一个人，他一辈子都在教别人怎么才算一个好党员。1939年，他在延安给学生讲课，写下来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忠诚，要听组织的话，要把党放在自己前面。后来这篇讲稿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它长期被当作党员教育的重要经典，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学过它，拿它对照自己。可以说他就是那个教全党怎么忠诚的人。而且他还不是一个普通干部，他一路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就是国家主席。在当时，这几乎是这个国家里名义上最高的位置。一个写忠诚教科书的人，一个当上国家主席的人，你会觉得这样的人应该是这个党里最安全、最不可能出事的那一个。可是你猜他最后怎么了？1968年，他被自己所在的这个党正式扣上了3顶帽子：叛徒、内奸、公贼。同一年，党开会做出决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年以后，1969年11月12日，他一个人被关在河南开封的一栋小楼里，在长期隔离、迫害又失去正常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孤零零地病死了。死的时候，火化登记用的不是刘少奇这个名字，而是刘卫煌，其早年名字和化名有关。一个当过国家主席的人，走到最后，连刘少奇这3个字都没能留在自己身上。你可能会想，这是不是什么没根据的野史？不是，10几年以后，正是中共自己公开承认了这是一起冤案，给他彻底平反。也就是说，接下来我要讲的不是传闻，而是这个党后来白纸黑字自己认下的事。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写下党员修养，教了全党一辈子忠诚，自己还当上国家主席的人，为什么最后会死在这同一个党的手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还是说错的根本就不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捋清楚。要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步其实不是急着去看他是怎么死的，第一步是先搞清楚一件更基本的事，他到底是不是党的敌人？因为很多人一听被开除出党，被打成叛徒，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往往是，这人是不是反对共产党？是不是偷偷跟外面的敌人有来往？是不是心里一直不服气，憋着劲要跟党对着干？刘少奇这几样一样都不是，恰恰相反，他是这个党里最根正苗红的那一种人。我们不空讲，就看几件实实在在的事。第一件，他的出身是工人运动。刘少奇很年轻的时候走的就是给工人撑腰这条路。1922年，他参与领导了有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安源在江西，那是一个大煤矿，上万名矿工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钱。刘少奇当时是工人这一方的重要代表，参与和矿主的谈判，替工人争条件、争待遇。这场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组织的一场很有分量的工人斗争，也是刘少奇早年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请你先记住这一点，刘少奇是靠给工人说话、带工人斗争起家的，这个身份到后面会变得格外刺眼。第二件，他站得非常高。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长期是全党排在最前面的那几个人之一。更关键的是，1959年，那一年他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这个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认可并推动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连任国家主席，想腾出手来读读书，想想大问题。最后定下来的人选是刘少奇。毛泽东当时是这么解释的，平常真正管日常工作的就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你听这句话的分量，这说明什么？说明刘少奇不是自己专营爬上去的，他是毛泽东亲自认可的党内2号人物，是毛长期离京时替毛管全盘的代理人，也是毛亲手推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的最高层人物之一。在当时全党的眼里，他就是排在毛后面最让人放心的那个人。第三件，他还是党的理论老师。1945年，中共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有一个很重的任务，叫修改党章。上台来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正是刘少奇。而就在这份报告里，他第一次系统地、成规模地把毛泽东思想讲成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写进了党章。换句话说，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句话能真正确立，能变成全党的规矩，刘少奇是出了大力的。他不只是拥护毛，
他是帮毛把毛泽东思想这块招牌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人之一。第4件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几十年里一印再印，长期是全党党员教育里最重要的中层教材之一。教全党怎么当一个合格党员的那把尺子是他刻的。好，现在你把这4件事放到一起看，会得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结论。刘少奇不是站在党外面骂党的人，也不是躲在暗处使坏的敌人，他是工人运动的老功臣，是毛亲自认可的党内2号人物，是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的人，是教全党怎么忠诚的那位老师。如果说这个党有一份标准答案，那刘少奇本人几乎就是照着这份标准答案一笔一画刻出来的。正因为这样，那个反差才更奇怪，也更吓人。一个如此正统、如此忠诚，按理说连叛徒、公贼这种帽子都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怎么会被自己人当成头号敌人，还偏偏被骂成公贼？既然刘少奇不是党的敌人，反而是党的标准答案，那问题就得换一个方向来问了。这份标准答案到底要求一个党员交出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他天天教的那个党性修养到底在修养什么？我们平常说修养这个词一般是夸人的，说一个人有修养，意思是他脾气好，讲道理，有文化，待人客气。但是刘少奇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讲的修养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不是你这个人变得多有教养，多讨人喜欢，他讲的是一件更根本也更重的事，一个人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交出去，变成组织的一部分。这话听着有点抽象，我们就照着书里的原话一句一句拆开来看，你会发现其实一点都不难懂。书里最核心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党员想问题、做事情的最高原则。什么叫最高原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好处、你自己对一件事的判断，通通都要排在它下面。天大的事也大不过党的利益这4个字。书里说的还要更彻底，他说，当你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样的时候，你要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的服从党，甚至牺牲自己。请你特别注意这8个字：毫不踌躇、毫不勉强。毫不踌躇是说你不能犹豫，不能在心里打鼓掂量半天；毫不勉强是说你不能是被逼的，心里憋着一肚子气，表面服从，暗地不满的那种。你得心甘情愿、痛痛快快的服从。书里说，能做到这一步才叫有党性，做不到就说明你党性不够。这里我先插一句，把党性这个词说白，所谓党性，用最大白话讲，就是党眼里你像不像一个合格党员，够不够听党的话。党性强就是听话服从，把党放在最前面；党性弱就是还留着自己的主意、自己的脾气。你把这个意思记住，后面就都好懂了。你一品一品这个要求，他厉害在哪里？他要的不只是你照做，他要的是你心服。他不满足于管住你的手脚，他还要管到你的心里去。所以你看，这本书其实是立了一把很特别的尺子，这把尺子量的不是你聪明不聪明，能力强不强，干活多不多，它量的是另一样东西，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交出去。你交的越干净，越痛快，越没有二话，你就越合格，越是一个好党员。是不是很像一个邪教惯用的控制洗脑手段？那么这个交出去的到底是哪些东西？说穿了就4样。第一样，你的行动要听组织的，组织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个人的安排得给组织让路。第二样，你的脑子要跟着路线走，上面定下来的方向你就得跟着这么想，你不能自己在心里另搞一套，另想一路。第3样，你的判断要服从党性，一件事到底是对是错，是黑是白，不由你自己拍脑袋说了算，要看党怎么说。在这套逻辑里，你判断是非，首先看的不再是自己心里怎么想，而是党怎么定。第4样，你的忠诚要摆在你自己前头，党和你之间永远是党在前，你在后。你可以为党牺牲你自己，但你不能为了你自己去动党一根汗毛。这4样东西其实早就有一个更硬、更干脆的说法，叫4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1938年党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定下来的规矩。毛泽东把它叫做全党最重要的纪律，还特别强调，谁破坏了这个，谁就是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那你可能要问了，
既然四个服从，这套纪律早就有了，刘少奇的修养又特别在哪儿？特别在这里，四个服从是硬邦邦的纪律，是写在纸上压在头上的规矩，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把这套硬纪律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这是两回事。硬纪律靠的是你必须这么做，不然处分你，而刘少奇干的活是告诉你，你应该真心愿意这么做，因为这样才高尚，才光荣，才是一个大写的共产党员。他把放弃自我，服从组织这件本来挺冷冰冰，甚至挺让人不舒服的事，包装成了一种道德上的追求，一种值得骄傲的境界。这就是刘少奇的特殊本事，也是他真正的分量所在。很多人以为他不过是写了一篇文章，其实不对，他做的事比写文章大得多。他帮着造了一套语言，一套标准，一套专门训练党员主动、自愿，甚至满怀热情地交出自己独立判断的语言。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不过在打比方之前，我先把一件事说清楚。接下来我一直会说机器这个词，但我说的机器不是一台真的有齿轮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办法的合称。组织、纪律、宣传、审查、定罪，这些东西拧在一起，一环带一环的转起来，就像一台机器。好，那就假设党是这样一台很大很大的机器，那么每一个党员就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刘少奇的修养就是那本零件使用说明书。这本说明书叫每一个零件你要怎么打磨自己，怎么收起自己的棱角，才能严丝合缝地装进这台机器里，转起来不卡壳，不给整台机器添乱。所以你看，刘少奇在这台机器里是一个双重身份，他既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是很高很关键的一个零件，他同时又是帮着写说明书，帮着造这台机器的人之一。到这里，你心里大概会冒出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既然刘少奇这么忠诚，这么正统，又亲手参与造了这台党性机器，那这台机器怎么着也该保他一命吧？答案很残酷，不但没保他，反而是他自己碰了一件在这套体制里最危险的事。我们把时间往回拉一点，从头讲。1958年，中国搞了一场叫大跃进的大运动，简单说，就是想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工业和农业一下子突飞猛进，赶英超美，口号喊得震天响，钢铁产量要翻番，粮食亩产要放卫星，各地网上报的数字一个比一个吓人，什么亩产上万斤、几万斤，全是吹出来的。可现实呢？现实是一场大灾难，地里根本没打出那么多粮食，数字却被一层一层往上吹，上面按着吹出来的数字增粮，底下的老百姓反而没了活命的口粮。结果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很多地方闹起了大饥荒，饿死了大量的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极其惨痛的一段日子。那么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摆在了全党面前，这么大的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是老天爷不给饭吃，还是人自己把事情办砸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烫手？因为它背后连着一个更烫手的问题，大跃进是谁发动谁拍板的？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你要是说这场灾难主要是人祸，那这个人往上一追就追到毛泽东头上去了。而刘少奇偏偏在这个最烫手的问题上往前站了一步。1962年年初，中共开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会，来了7000多人，历史上就叫7000人大会。这个会开了将近1个月，专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上，刘少奇作为党的2号人物讲了话，还代表中央做了书面报告。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把责任一股脑推给老天爷，推给自然灾害。在他的调查和讲话里，他把造成这场困难的重要原因明确指向了人为的错误。这个判断后来被概括成一句非常有名的话：3分天灾，7分人祸。这句话的分量你得听明白。3分天灾是说老天爷确实有点责任，那几年是有灾，但7分人祸是说更大的那一部分，70%是人自己搞出来的错。而这个人顺着往上追，追的就是发动大跃进的那个最高决策。刘少奇讲这个还不是自己拍脑袋乱说，他说过，这话是他回湖南老家搞调查时一位贫苦农民对他讲的原话。他等于是把基层调查中听到的说法带进了党内最高层的讨论。这里我要特别帮你把重点点清楚，因为这一步最容易被人误会。真正要命的不在于刘少奇说了一句多狠的话，要命的是他让大跃进的失败主要是人为错误造成的这样一个判断，正正式式的进入了全党最高层的讨论。他把一件本来可以被含糊过去、
可以被说成天灾交学费的事摆到了7000人面前，摆到了台面上，而且光是说还不算完，在这前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这些人继续推动经济调整，收拾大跃进留下的烂摊子，把吹起来的泡沫一点一点挤掉，让老百姓的日子慢慢缓过来。我还要补一件事，让你看清楚，毛和刘之间的裂痕不是7000人大会上突然冒出来的一道，而是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7000人大会之后，毛刘分歧并没有消失，几年后4清运动展开，在怎么搞运动的问题上，两人的分歧继续加深。刘少奇更重视派工作队下去整顿基层，并把王光美蹲点形成的桃园经验作为一种样板推广。而毛泽东后来对这种搞法产生不满，认为运动打击面过宽，容易形成左的潮流，把太多干部推到对立面去。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左？在中共的话语里，这里的左不是普通人说的左派右派，而是指政治运动里的过火倾向，把形势看得太严重，把敌人画得太多，把斗争搞得太狠，最后把问题扩大化。不少党史研究和当事人的回忆都认为，7000人大会之后，毛和刘的分歧并没有消失，反而在4清运动里继续加深。现在，请你换一个位置，站到毛泽东的角度，去感受一下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你会发现一件很反常的事，刘少奇没有骂过毛，也没有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最高地位，甚至他做的事情纠正错误，让老百姓重新吃上饭，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是对的，是负责任的，是一个2号人物该干的。但恰恰是这些对的事，在最高权力的眼里变成了最扎心的一件事，他让毛泽东的错误变得看得见了。你要知道，原本大跃进的失败是可以被慢慢盖过去的，可以说成是天灾，可以说成是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一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可刘少奇站在7000人面前，用7分人祸这样的判断，等于当着全党的面说，这不是老天的问题，这是最高决策的问题。我要非常清楚地说一句，这不是刘少奇被打倒的唯一原因，毛刘之间的分歧还有很多。4清是一层，对国内形势、对阶级斗争的看法也是一层，但是在所有这些原因里，让领袖的错误变得可见这一条是最致命的，因为他戳中的不是某一条具体路线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最高权力永远正确，绝不会错的那块金字招牌。于是，刘少奇的身份在毛泽东的心里悄悄地变了，他不再是那个标准答案，不再是那个最让人放心的2号人物，他变成了一个知道的太多又亲手证明了领袖会犯错的人，他变成了一个威胁。而这里就藏着这台党性机器最冷酷的一条规则，在这套体制里，忠诚不是看你过去做过什么，而是看最高权力今天怎么定义你。你昨天是2号人物，是标准答案，是老功臣，这些统统不作数。只要最高权力今天认定你是威胁，那你就是威胁，就这么简单，也这么可怕。而且你要明白，在一个正常的政治里，有了分歧是拿到桌面上去辩论、去投票、去讲道理的。可在这套体制里不一样，分歧不会被拿去辩论，分歧会被定性。所谓定性，就是不再跟你讨论你说的对不对，而是直接给你扣上一顶政治性质的帽子，说你这是路线错误，说你这是反党，说你这是敌我矛盾，你和最高权力想的不一样，这件事本身就足够给你定性了。那么一旦你被定性成了威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台你自己亲手参与建造的机器，会用你最熟悉甚至你亲手打磨过的那套语言，反过来一寸一寸的把你碾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台机器正式调转枪口，对准了刘少奇。1966年8月，中共开了8届11中全会，就在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你听这个题目，炮打司令部，这个被要炮打的司令部指的是谁？矛头对着的正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毛把从1962年以来对刘少奇积攒下来的种种不满一股脑摆了出来，结果立竿见影。就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在党内的排名从第2位一下子掉到了第8位，而林彪从第6位升到了第2位。你看，连一个字都还没批斗，光是这个排名的挪动就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了。那个最让人放心的2号人物已经被最高权力从心里划掉了。好，接下来我们不去讲文革里那一堆乱七八糟的过程，我们就死死盯住一件事看，反噬。什么叫反噬？
就是他这辈子交给全党的每一样东西，最后全都反过来变成了一把一把扎向他自己的刀。你会发现，这几乎像是一种精心设计过的冷酷的对称。他讲了一辈子党性，结果呢，党站出来说刘少奇没有党性，那本叫全党怎么修炼党性的书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可现在党说他这个作者本人恰恰是全党最没党性的那一个。他讲了一辈子忠传，结果呢，党给他扣上的第一顶帽子就是叛徒、背叛。一个亲手把忠诚高于个人这句话写进教科书的人，被定性成了背叛组织的叛徒。文革宣传把他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文章称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是苏联的领导人，在当时中共的宣传里是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头号反面人物。把刘少奇叫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说他是潜伏在党最高层里的敌人，是一颗随时会背叛的定时炸弹。他讲了一辈子组织，讲要相信组织，服从组织。结果呢，1967年一个专门对付他的专案组成立了，由康生这些人主持。这个组织每天干的事就是没日没夜的审查他，隔离他，逼他认罪。他教全党要把自己交给组织，而现在正是这个组织把他一个人关起来往死里整。后来查明办他这个案子用的很多所谓证据都是靠威胁、恐吓、指控逼出来的假证，连他的妻子王光美也被拉去批斗，被关进监狱。机器不光要吞下他，还要连他身边最亲的人一起吞。他亲手写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党员怎么样才算合格。结果呢，1968年中共开了8届12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一份对他的审查报告，做出决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请你听清永远这2个字。那个写出党员修养教科书的人，最后被这个党正式判定，他永远不配再做一个党员。我特别要强调一句，这不是几个红卫兵在街头骂骂咧咧，而是一次披着中央全会外壳的政治定罪。但你要看清楚，这个程序本身其实是极不正常的。这次全会是在党内民主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开的，用来给他定罪的那份审查报告是靠伪造的证据拼出来的。刘少奇本人连一次当面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他越是披着正式的外壳，就越说明这台机器不是一时失手误伤了他，而是在照着他自己的逻辑，冷冰冰的一道工序接一道工序地把他这个人给处理掉。你把这几件事排成一列看，会有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他是被他自己最熟悉甚至亲手打磨过的那一整套语言，党性、忠诚、组织、修养，一句一句的审判，一刀一刀的解剖掉的。这就好比一个铁匠，他一辈子打了无数把刀，把每一把都磨得又快又亮，还写了一本书教全村人怎么用刀。有一天人们把他自己按在地上，用来对付他的正是他亲手打的那些刀。而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清楚这些刀有多快，因为刀就是他磨的。我们再回到那顶最狠的帽子，一共6个字：叛徒、内奸、公贼。你回头想想之前我们讲过的，他是搞工人运动出身的，1922年带着安源的矿工罢工，替工人争活路的就是他。可现在党给他定的罪名之一，偏偏就是公贼，出卖工人利益的败类。他这辈子最光荣的那个起点被原封不动地翻了过来，做成了羞辱他的罪名。这种对称冷酷得近乎残忍。到这一步，机器已经差不多把他整个人吞下去了。但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别忘了，这个被批斗、被开除、被叫做公贼的人，此刻他身上还有一个身份。从宪法程序上，他并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正式罢免，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还是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代表。那么这个天大的身份能不能在最后关头救他一命？据王光美等人后来的回忆，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妻子，也是那场政治迫害的亲历者。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也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那个地方，刘少奇被拉去批斗，被人推搡，被殴打。就在这个时候，这位国家主席做了一件事，他拿起了一本书，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举着这本宪法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们要怎么对待我个人，那不要紧，但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是谁能罢免我，这个国家主席要罢免也得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你们今天这样对我，是在破坏国家的法律。
这个场景主要来自王光美等人事后的回忆，不同版本在细节上略有出入，但刘少奇曾经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拿着宪法当面抗争这件事是很多材料都记载过的。这一幕你要是懂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会觉得格外刺痛。为什么？因为这本宪法和刘少奇的关系实在太深了。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而当年站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把这部宪法一条一条讲给全国人民听的人，正是刘少奇本人。他是这部宪法的起草委员会成员，是他的报告人，是亲手把这部大法捧到全国人民面前的那个人。13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在中南海的批斗现场举起同一部宪法，想用它来保护自己。结果呢，没用，宪法挡不住那些拳头，也挡不住那顶叛徒的帽子。他亲手交给国家的那部大法，到了他最需要他的那一刻，一点忙都帮不上。我们冷静下来，把这件事背后的道理彻底捋清楚，你会发现，刘少奇当时手里其实攥着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几乎是最硬的3张护身符。他有最高的职位，国家主席，国家名义上的头号代表。他有最硬的法律，宪法，白纸黑字写着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公民，更何况是一位国家元首。他有最深的资历，从1922年安源罢工算起，为这个党出生入死干了几十年，功劳不厚德，没几个人比得上。职位、法律、资历，这3样东西随便拎出哪一样，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里都该是保命的护身符。可刘少奇3样全在，最后却一样都没人救得了他。这就逼出了这一集里最冷也最重要的一个道理。这套体制真正的排序其实是这样的：国家要服从党，党要服从最高权力。你把这个顺序想明白，前面所有想不通的事一下子就都通了。国家主席是国家这一层里最高的位置，可国家本身是排在党下面的。宪法是国家定下的规矩，可国家定的规矩也在党下面。所以当党，准确说是党的最高权力决定要动你的时候，你那个国家主席的身份，你手里那部宪法，你身上那几十年的资历全都够不着，也压不住上面那一只手。他们是国家这一层的东西，而真正说了算的那只手在更高的那一层。怎么理解？简单粗暴来说，就是以前的皇帝，现在叫独裁者，就是以前的毛泽东和现在的习近平。中国以前集体领导时期，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就是几个中共高层家族和势力共同商量独裁决定。于是我们得到一个特别可怕的结论：只要最高权力决定重新定义你，你的职位可以归零，你的法律保护可以归零，你几十年的忠诚记录也可以归零。一个堂堂国家主席尚且如此，那更何况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刘少奇最后就在这样的处境里被关押，被折磨，一天天耗尽。他的结局怎么样？1969年11月12日，他死在河南开封。火化的时候登记的名字不是刘少奇。到这里故事好像应该结束了，可是这台机器还留了最后一手。而最后一次真正暴露这台机器本质的，其实不是那些迫害本身，而是后来的平反。1980年，事情有了一个结局。这一年，中共开了11届五中全会，专门为刘少奇平反。会议正式宣布撤销1968年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公贼这些罪名，撤销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那个决定，恢复他的名誉。同年5月，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听起来这像是一个迟到的正义，对不对？但迟到的正义算正义吗？韩元10几年，人虽然早死了，可名声总算是回来了。但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再仔细看一眼这件事，因为在这个迟到的正义背后藏着一个更冷酷的东西。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头到尾说话的是同一个党，是这个党在1968年把他定成叛徒、内奸、公贼，把他开除、迫害，一直到他死。又是这个党在1980年宣布上面那些统统是冤枉的，是错案，把清白还给他。同一台机器，先给他定罪，又给他昭雪，先亲口说他有罪，又亲口说他无罪。你的黑是他一句话说了算，你的白还是他一句话说了算。这就是我一直想跟你说的那个词，闭环。闭环的意思就是从给你定罪到给你平反，全都在他自己手里，转一圈就完成了。整个过程压根不需要外面一个独立的法律，一个独立的法庭来插一句嘴。
做一次裁判，你的罪名被他垄断，你的清白也被他垄断。他不光是审判你的人，他还是唯一能推翻这个审判的人。定你罪的权利和还你清白的权利，两头都攥在他自己手里。这里我要非常公道的补一句，官方后来给出的解释是，这是林彪、江青这一伙坏人搞出来的冤案，是左的错误。这话不能说全错，那几个人确实是直接下手的凶手，这一点不用替他们洗。但真正值得我们追问的是下面这个问题，如果这套制度是正常的，为什么区区几个人就能越过宪法，越过国家主席的身份，越过一个人几十年的党内资历，把一个最高层人物如此轻易的碾成粉末？你想，靠他们几个人的拳头是打不倒一个国家主席的。他们能做到，靠的是手里那台现成的随时能启动的，而且被认为完全合法的机器。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凶手是谁，凶手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件凶器为什么能一直合法的摆在那里，谁抄起来都能用。换掉几个操作机器的人容易，可只要机器本身还在那儿，还是那套逻辑，那么下一次只要最高权力愿意，他随时可以再启动一遍，去撵下一个刘少奇。好了，绕了这么大一圈，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写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了全党一辈子忠诚的人，为什么最后会死在党的手里？答案不是他不懂党，也不是他不够忠诚，恰恰相反，刘少奇的悲剧在于他太懂这套规则，也太靠近权力的最高处。他曾经是党的标准答案，是毛认可的2号人物，是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的人，也是写下党员修养教科书的人。可是当他让最高领袖的错误变得看得见，他就从标准答案变成了威胁。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同一套逻辑的展开。他讲党性，党说他没党性；他讲忠诚，党说他是叛徒，他是国家主席，宪法却救不了他。他死后又由同一个党来宣布他是冤案。所以刘少奇的悲剧不只是一个人被冤枉，也不只是一个国家主席被迫害，他真正暴露的是，在这套体制里，忠诚不是事实，而是权力的判决；党性不是保护，而是驯服；组织不是家，而是一台随时可以吞掉自己人的机器。据王光美回忆，刘少奇曾经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没有把最后的希望压在党上，也没有压在组织上，而是压在普通人的记忆里。视频的最后，我想把刘少奇的命运留给今天所有中共党员，也留给所有相信专制、迷恋权力、想压迫别人的人。刘少奇不是普通受害者，他曾经参与建造这台党性机器，教党员把个人交给组织，把忠诚献给党。可最后，这台机器转过头来，把他自己也吞了进去。这就是专制最冷酷的地方。你今天用它去压别人，明天他就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压你。你今天相信组织高于个人，明天组织就可以宣布你不再是个人。你今天相信党高于法律，明天法律就救不了你。刘少奇最后举起宪法，想保护自己，可他到那一刻才发现，在一个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没有权力制衡的体制里，宪法只是一张纸。所以刘少奇的下场不只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一个警告。只要中国的中共一党专制还在，不转型宪政民主，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刘少奇。更何况他还是国家主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此乃天道循环。